给我干哪来了？我不是在加班吗？哎呦，我操！恭喜宿主绑定妲己2.0系统。妲己2.0系统什么玩意儿？大玄皇帝百里陵登基后，为充实国库，抑制土地金币，下令清查天下寺院田产，强拆大量私建佛庙，收归良田数以万计。此举虽充盈了朝廷，却也彻底触怒了佛门。佛门不甘坐视基业坍塌，暗中寻到妲己2.0主系统，达成交易。主系统派遣一只狐妖潜入宫廷，效仿上古妖妃妲己，魅惑君王，搅乱朝纲，颠覆大权，以报毁庙之仇。放心，只要你效仿妲己，推动改朝换代，你就能原地成佛。救命啊！我要回家！怎么回事？我不是绑定了一只母狐狸精吗？怎么是个公的黄鼠狼？我怎么变成黄鼠狼了？说什么立地成佛，连一具身体都不给我，我还得自己赚取人类的好感度，才能找系统兑换人参。有黄鼠狼偷鸡，站住！当家的，我好像要生了啊！哎，媳妇儿你挺住，我这就去叫产婆。我现在人人喊打，怎么收集好感？哎呦！这可不得了，胎位不正。那怎么办？很严重吗？严重的话可是要死人的。系统，我记得你有生子丹道具。当然啦，本系统坐拥诸多道具，生子丹、魅惑香囊、出场花瓣雨、泪痣妆效、魅影投影仪，保准你宠冠6宫，然后颠覆整个大玄王朝。这个生子丹是什么说法？20积分1粒，只要服下丹药，保证母子平安，不会对母体造成任何痛苦和伤害。快给我一颗生子丹！你现在的好感度积分是-20，你哪有积分兑换啊？先赊着。怎么样了？搞不好会一尸两命。你是谁？媳妇儿，发生什么事了？你是谁家的小孩？怎么进来的？这不是你能玩闹的地方，快出去！这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我家大仙久居此地，见不得人间疾苦，特命我来赐下保命药丸。神仙？系统，下一步，我找系统要的魅影投影仪，可以将我的身形放大数倍，保准吓得这群凡人纳头便拜。哎呦，这是什么？真是羞死老身了！明白了，是钩子大仙。钩子大仙保佑俺家生儿育女。钩子大仙，检测到好感点加30。算了，只要能加好感，钩子就钩子吧。快让你的妻子服下丹药。媳妇儿，你怎么样了？他没事，只是睡着了。神迹呀，真是神迹呀！老婆子接生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样九死一生的情况，能母子平安的。我家主人的仙丹必然不俗。谢钩子大仙赐药，多谢大仙。大仙。大贵，抓鸡干啥？去后山给大仙上供。啥大仙？就是昨晚救了大小2条命的钩子大仙。你是没见着，有个俊美的小童子从天而降，手上托着会发光的仙丹，墙上还显出大仙的真身，这么老大。真假的？我媳妇差点一尸两命，现在好好的，这还能假？检测到好感值加10、加15、加20，宿主好感值在持续增长。那当然，也不看看谁出的主意。有人来了。大仙，我们来了。这么小个娃娃，能是大仙？这是大仙坐下的童子，村长，你不要无礼。敢问仙童，大仙何在？坏了，肯定是你说话冒犯了仙童，他都不搭理咱们了。童子不得无礼，我今日神游犀牛贺州，只留一丝神识在此。你们此来所为何事啊？没人呐，难道真是神仙手段，千里传音？俺来感谢大仙救命之恩，再就是村里已经3个月不曾下雨，庄稼都枯死了，
老朽是王家村村长，当才多有得罪，神仙勿怪，恳求大仙和仙童能为村里降雨，日后老朽必定修缮神龛佛寺，让二位香火不断。经检测，如若实现该愿望，好感点即刻可归1000，宿主立马能化成人形。此事对本大仙来说轻而易举，你们回去等好消息吧。你瞎承诺什么？我可没有降雨的道具。香妃泪，香妃竹下千年泪，一滴滚化万泉涌，这什么东西？价值30积分。传说娥皇女英寻夫不得，在湘江边哭泣，他们眼泪落地的地方涌出泉水，永不干涸。所以这瓶子里装的就是那个眼泪。对，原用途是给妃子喝下去后流泪时更有感染力，收放自如，源源不断，让帝王心疼。那如果我不喝，而是滴到井里呢？滴到井里？你刚刚说收放自如，源源不断，那我把眼泪滴进井里，会不会让井水永不干涸？还挺好闻的，有点想哭的感觉。怎么没反应？什么动静？检测到地下水位正在上升，香妃泪在起作用。我操，够了够了！成功了，宿主，井水真的满了，而且检测到地下水源源不断涌来，这口井以后真的不会干了。我怎么听着村庄方向有动静？你们听，什么声音？是水，是井水翻滚的声音。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这井打了30年，不对，不是老天爷，从没见过这么满的水。啊娘嘞，这水怎么甜津津的？真是甜的，我从来没喝过这么清甜的水。就准备魅影投影仪，收割好感的机会到了。好嘞。快走！是钩子大仙显灵了。多谢大仙赐水。尔等听好，本仙久居此地，见你们村风淳朴，奈何天旱水枯，民生艰难。今日赐你们这一口井，从今往后永不干以后涸。再也不用怕渴死了，庄稼可算有救了。关老爷要收的那些税，终于能交上了。好感值加1380，恭喜宿主可以兑换人参。兑换人参时会有出场效果，宿主是否立马兑换？不急，等下一次收割好感度的时候，再用人参出场。快，把大仙的神像抬过来！钩子大仙神像落成，像，太像了！这成何体统？县衙办案，管事的出来。小老儿是此间村长。听说你们这儿最近在闹什么邪神？金爷说笑了，哪来的邪神？是正经神仙，钩子大仙。钩子大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神像，这不就是个……这真是大仙，他显过灵的，救过人，还让井水满了。少废话，朝廷有令，陛下泰山封禅在即，方圆百里所有淫祠野寺一律拆除。凭什么拆？这是我们自己盖的。自己盖的，没有朝廷认证就是邪神。你们瞅瞅这像什么？这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说泰山脚下村民拜这玩意儿，你们有几个脑袋？拆了！也使不得啊，军爷，滚开！公子，给我兑换人参，再调出所有出场特效，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神仙。哪来的花瓣？不是幻觉，清香呢？系统，花瓣雨和柔光滤镜都开了，再给我加个 BGM 呗。这是什么曲子？怎么像是从天上传下来的？这气势，恐怕皇宫里的雅乐也比不上。3界4周，这说的不就是天地万物吗？不愧是上仙，连神曲都宏大非凡。你们说，本仙是邪神？仙饶命！大仙饶命！是小的们有眼无珠，我们这就回去禀告上官，以达天听，为您敕封神号，注入4典，4支制祭祀不断。不必了，你们方才说皇上要来泰山封禅。是，再有7、8天，御驾就要路过此地，小的们这才来清查。
没想到冲撞了大仙。行了，你回去告诉皇上，就说泰山脚下有座钩子大仙庙，请他到时候进来上炷香，要效仿妲己魅惑皇上。第一步总得先接近他吧，这样还显得本大仙不跌份。什么？让皇上来给他上香？他以为他是谁啊？这大仙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皇上可是天子，95之尊，给一个乡间小庙上香，一个钩子大仙，连神像都那么不成体统，还敢让皇上来拜？只怕皇上一声令下，把整个村子都得推平。大仙，这只怕……怎么？本仙不配？呸！小的这就回去禀报。该你上场了，装波大的。主人，东皇神君方才传讯，请您一叙。东皇神君，东皇是那位同样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百神为天界共主的东皇太一吗？除了那位，还有谁配称为东皇神君？仙和东皇神君都说得上话，实力简直深不可测呀！罢了，此间事了，本仙付此为公一叙。系统，给我兑换技能掌上舞，让我开溜。收到。蠢货！陛下可要治罪王家村？风扇在即，不必多生事端。不管是人是妖还是仙，只有能为我所用，才有存在的必应。你说这么久了，怎么皇帝还没到啊？我来查查，皇帝的仪仗已经经过了王家村，没有停留，直接上了泰山。怎么回事？快，我们也上泰山，给皇帝老儿露一手。明明山下还是晴空万里，怎么顷刻间就风雨如晦，雷霆万钧？莫不是老天爷不认咱们这位陛下？我早说了，不该拆除佛庙，冀州京城爆发天花，不就是神罚吗？说够了！朕今日封禅，天降暴雨，香火不燃。既然这老天不认朕，那朕也不认这老天。陛下慎言！什么泰山封禅，什么受命于天？朕走到今日，靠的从来不是老天，回宫！陛下留步！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出现在泰山山顶？你们看，他身上一滴雨水也没有。雨也停了，怎么突然转晴了？当然是因为我用的道具，不是妃子外出游玩时若遇风雨，点燃此香，可使风停雨息，让帝王游幸不减，继续陪妃子花前月下。你是何人？我不过是一个道童，不值一提。我家主人有请。不妙。师尊，是陛下此行泰山封禅不顺利吗？不，原本是不顺的，却遇到变数，反而让百官臣服。那不是好事吗？可是为师刚测算天命，发现有妖星作祟，要乱我大选起运。你速速下山禀告陛下，务必小心身边之人，恐妖星冒充正星，奸臣惑主，祸乱宫闱。神仙手段，真乃神仙手段！方才那些风雨雷电，不过是山间小不龙识陛下真龙，闹着玩的。本仙已经去斥他们了。他说陛下是真龙，老天其实是认可咱们陛下的。先生可是泰山山神？泰山山神，他成仙那年还来给我家主人敬过茶呢。主人念他心诚，赐了他一颗定山珠，他这才镇得住泰山地脉。古史记载，泰山山神是先秦时便存在了，眼前这位仙人居然比泰山神妃位还要高。泰山已然高不可攀，山神却让像这位山脉如此稳定，居然和眼前的神人有关。敢问仙人名讳，好叫我们回去后日日供奉。名讳，我家主人久居室外，不慕虚名。不过嘛，说起来倒是有几桩旧事可与你们听。1000年前东海龙王嫁女，亲自登门送请帖，求我家主人去镇场子。主人懒得动，打发我去吃了顿酒。这4条小龙便是龙王的子孙，专门送来听候主人差遣。还是系统这小子会编，其实这4条龙就是妖妃生孩子必备的道具，真龙降世，来忽悠皇帝立太子的。究竟是何方神圣，连龙王后裔都可以驱使？那依仙童所言，令主而今多少岁了？这个嘛，主人能说吗？山中方7日，世上几千年，记那些做什么？山庄方7日，世上几千年，这是何等境界？难怪泰山山神来拜见，难怪龙王亲自送请帖，这位的辈分怕是高的没边了。下官有眼无珠，有眼无珠，不知上仙驾临，多有怠慢。有意思，满朝文武不是跪朕，而是跪你。陛下不跪，朕跪天跪地跪祖宗，不跪神仙。好，那就不跪。系统，这皇帝有点东西啊，一般人早跪了。
会不会是露馅了？不会吧，我编的那么好，你这波装的也还行啊。还是先开溜吧，别被他识破给宰了。陛下封禅未完，请继续。本仙在山下候着。陛下，有意思，继续。陛下，这里据说就是刚才那位神人的庙宇。尔等都退至庙外，朕有话和神人说。朕不管你是人是神，亦或者是妖，只要你能帮朕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朕可以拜你为国师。丁，接到皇帝百里灵的任务，成功完成即获得好感1000点。什么？他一个人就可以贡献1000点？什么任务？天花已蔓延，玄朝13个郡县，数万人被天花感染，已经有上千人丧生。陆主，你快想办法救人吧，这可是刷皇帝好感度的好机会。你又不是神医系统，咱们两个半吊子有心无力啊！预估拒绝后，百里灵好感降至负1000点，宿主会原地变为黄鼠狼，且永久失去变为人的机会。怎么，神人不感应？也罢，朕就知道这世上哪有什么真神，不过是手段高明的骗子罢了。虽然百姓的确很惨，但是佛教不就是想要推翻大玄？天花这种天意是多好的借口。主系统要求必须是你来主导大玄覆灭。百里灵好感爆炸！本仙答应你，还好用了道具截胡帝王专宠瞬移香水，及时赶到，不然便要当一辈子黄鼠狼了。你方才祠堂明明只有朕一人，他居然能突然出现在此，难道真是？陛下有诏，本仙岂敢不来？陛下稍安，容本仙沟通疫病之神，看他是否愿意高抬贵手。可是武温使者，朝廷已祭拜过，但没有作用。武温使者法力还不足以庇佑整个大玄，自然没有作用。待本仙沟通西王母。西王母，《山海经》记载，她司天之力及五残，是当之无愧的疫病之祖。可要现在设立祭坛，凭借本仙和西王母的交情，不必如此大费周章。难道他真有办法能求得西王母？西王母已降下破疫之法。是什么？陆主，你开什么玩笑？哪来的西王母啊？陛下可见过民间饲养奶牛的妇人？未曾，这是何意？他们手上常有小疹子，3、5日便消，无痛无痒。就是这些小疹子，能让他们终生不染天花。这怎么可能？牛身上的东西怎么能治人的病？况且太医院从未说过。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牛能耕田，牛能供乳，牛亦能救人，此乃天道。宿主，你的意思是牛痘？没错，很多现代人手臂上都有的疫苗印记，就是来源于牛痘疫苗。西方在18世纪就证明了牛痘病毒可以预防天花。可是那也只是预防，无法治疗啊。李喜德，传令下去。陛下，万万不可听信妖人。贫道济世山方正，奉师命下山，特来揭穿此妖人的真面目。方道长，临江真人可安好？家师安好。陛下，此人绝非善类，家师夜观天象，见妖星冲撞地星，恐有人冒充正星，祸乱宫闱。我操，这倒是有点东西啊！这让他看出什么了？哦，道长的意思是，这位神人是妖星？正是。陛下，天花肆虐乃天谴，岂是凡人能解的？此人蛊惑陛下，用牛身上的秽物治人，简直荒谬绝伦。道长说我是妖星，可有证据？哼哼，妖星者必有妖术。陛下且看，贫道这就让他现出原形。天地玄凶，万气本根，妖邪现形，急急如律令。这不可能！道长，你这镜子怕是不太灵光啊。还好系统有妖妃必备的反侦查道具——妖气屏蔽符，专门防这种捉妖道士的。就算你不是妖，牛斗之法也绝不可行。此病乃是神明降下的惩罚，岂能以触手身上的东西亵渎？陛下，天花肆虐，每日都有百姓死去，与其坐等，何不让本仙一试？朕给你3天时间，证明牛斗有效。若失败，本仙任凭处置。贫道也会留在泰山，盯着你这妖人。还请陛下回避，此人已染天花3日，高烧不退。不必，朕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庇佑。你有把握？本仙有一法，虽不能治愈已发天花之人，
但可让健康之人终生不染，无非是种植人痘罢了。贫道还当你有什么本事？人痘，将天花患者的脓痂磨成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腔，可让人染上轻微天花，痊愈后终生免疫。这么好的方法，得赶紧实施啊！此法虽有效，却有风险。接种之人有2%到3%的可能会死于天花，2、3分死亡率也不算高。陛下，一条人命也是命，况且本仙有更好的法子。这是从牛乳房脓泡中提取的豆浆，接种后只会起几个小疹子，3、5日便消，绝无死亡风险。哼，牛身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比人身上的更安全？那就试试。你们都是死罪之人，若愿意接受试验，可免一死。陛下，小的愿意。已经好了，就这么简单。这只能证明牛痘无害，不能证明它能预防天花。道长说的对，所以下一步需要让这些人接触天花病人。你们在此照顾这些病人，为期7日。是。竟然真的有效。这不可能！道长，事实胜于雄辩。没有脓包，没有发烧，真的没有染病。难道我季氏山100年传承竟不如一头牛？道长，医道无高下，能救人便是正道。人痘有风险，牛痘更安全，二者本可并存。他虽来历不明，却心存仁善。天花肆虐以来，贫道见过的官员、富商、僧道无数，无一人真正关心百姓死活。只有他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法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不对。你是妖，你为什么要救人？汪道长慎言，朕已决定拜李先生为国师，见长生祠。陛下折煞本仙了。作为国师，我得和皇帝一起回到京城。牛痘已经被全面推广，再搭配太医院的草药方，相信这次的疫情很快就能控制。方正则是回祭室山，不过这次他不打算飞回去。而是一路替百姓解决麻烦，不紧不慢地溜达回去。谁能想到国师也得上朝啊？宣突厥使团觐见。参见大玄皇帝陛下。平身，贵使远道而来，所谓何事？奉我突厥大可汗之命，前来与大玄商议护市之事。突厥不就是历史上那个老和中原打架的游牧民族吗？什么意思？他身上有妖气，是黄鼠狼的味道。陛下，我突厥萨满师乌恩奇有话要说。哦，说。大玄皇帝陛下，您身边的这位，他根本不是人。我操，这老东西能看穿我，我又掉马了。宿主小心，这个萨满灵力很强，我的屏蔽符可能撑不了多久。不然呢？我大玄国师当然得是神仙。你以为我们国师什么人都能当啊？呼风唤雨你见过吗？随手一招就4条金龙你见过吗？没见识的蛮子！萨满师，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夫通灵60载，与天地鬼神对话，岂会看错？他身上有妖气，是黄鼠狼的骚味儿。闻到了吗？那股味道，堂堂大玄朝居然让一只黄鼠狼站在皇帝身边，还当国师，笑死人了！原来大玄朝的国师是只黄鼠狼啊！我去你一马的！你说啥呢？你见过人朝贡不？你就是这么来给你宗主国朝贡的，想7零8落的回去。怎么感觉事情有点不对？说完了。你不怕？怕？本仙为何要怕一只井底之蛙？你敢侮辱老夫！你说本仙是黄鼠狼，可有证据？证据，老夫这就让你现出原形。叽里咕噜，这是什么妖术？放肆！这不可能！我的贪魂咒从未失手。就这，
还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明明闻到了黄鼠狼的妖气。幸亏系统有个妖妃必备的金蝉脱壳符，用来挡住和尚道士对真身的查看。这可是我消耗了300好感积分换的顶级货。别说一个小小的萨满，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看不穿。萨满师，你的咒术用完了，现在该本仙了吧？陛下，这不过是……够了！尔等来大玄朝贡，朕以礼相待，却不想你们竟敢在金銮殿上行巫蛊之术，攻击朕的国师，是谁给你们的胆子？陛下息怒，乌恩奇只是一时鲁莽，并无恶意，并无恶意。若朕的国师当真被你们害了，你们突厥是想开战吗？突厥使臣当殿行凶，若不严惩，我大玄颜面何存？臣附议，请陛下将此人拿下，交有司治罪。还不快道歉！难道想两国因你而开战吗？是老夫失礼了，请大玄皇帝陛下恕罪，请国师恕罪。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这位萨满师看起来还是不服本仙呀，不如就在这金銮殿上与本仙比试一场，如何？比试？国师何必与这种人？陛下，这不是一己之争。既然是赌，总要有彩头。本仙听说突厥侵占了我大玄3座边城，云中、定羌、九原。若本仙赢了，3座城池物归原主。好！国师好气魄，这才是我大玄国师的风范。贵使，敢接吗？大玄国师，我们都非3岁小孩，岂可如此轻率？阿史那坤不是莽夫，刚才一着已然看出李蒙不凡，他不敢上钩。知道你不敢答应，但倘若我拿出非逼你答应不可的理由呢？这是何物？怎会有星辰在内？老夫活了60年，从未见过这等宝物。此物名曰混元珠，乃本仙闲暇时随手炼制的小玩意儿。这不可能！这光泽，这通透，人间怎会有如此完美之物？系统，这玩意儿在咱们那儿值几个积分？妖妃道具包里的星空幻影球，原用途是妃子在寝宫里营造浪漫气氛，勾引帝王的，5积分1个，买10送1。够了够了，他们又不知道这混元珠有个妙处。若是凡人日夜佩戴，可吸纳天地灵气，延年益寿，百病不侵。延年益寿，国师竟有如此神物！这要是放在宫里，日夜吸收灵气，这东西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像是小时候玩过的琉璃珠子。若本仙输了，这颗混元珠便送给你们突厥大可汗。国师万万不可呀！此等神物岂能落入蛮夷之手？是啊，国师，那突厥可汗本就骁勇善战，若再得了延年益寿的宝物，岂不是如虎添翼？臣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看我大玄的仙家败宝被突厥人抢走啊！诸位大人放心，本仙不会输。国师好气魄，这赌约我突厥接了。大人，此人手段诡异。你懂什么？那颗混元珠你看见了吗？那不是凡间能有的东西。若大可汗能得到它，也罢，大玄国师想要怎么赌？本仙就赌你萨满师碰不到这颗混元珠。就这？国师此言当真？国师，这赌注也太……就赌碰一下，这岂不是白送？国师未免太小看人了。老夫修行60载，隔空取物不过是雕虫小技，国师未免太小看人了。请吧。这黄鼠狼怕是不知天高地厚，老夫的法杖隔空都能取人性命，区区一颗珠子。什么？怎么回事？什么？老夫不信。这是什么？系统，这个生人勿近结界能撑多久？妖妃道具贞洁烈女罩，原用途是妃子欲擒故纵，不想让皇帝靠近时用的，能撑1个时辰呢。别说碰了，他连半尺都进不来。你们看他的样子，像不像一只癞蛤蟆？还萨满呢，连颗珠子都摸不到。
国师这是逗他玩呢。快来，你用点力啊！老夫碰不到。萨满还比吗？愿赌服输。云中、定襄、九原3座城池，该归还。不行，凭什么你指定比什么？这不公平！再来，这次让我们萨满出题。哦，萨满还想比什么？老夫修行60载，最擅长的不是隔空取物，而是入梦，通灵入梦，操控梦境。老夫今夜就能让大玄皇帝陛下做一场梦，梦见我突厥的草原白狼王。若陛下梦中不见白狼，算老夫输。放肆！朕的梦境岂容你这蛮夷巫师染指？来人，把这狂徒拖出去！陛下息怒，臣倒觉得可以让他试试。国师，你……臣有一法，可保陛下今夜安睡无虑。他若真能惊扰龙梦，臣甘愿认输。好，萨满，朕给你这个机会。若你今夜真能让朕梦见草原白狼，朕不但不治你的罪，还赏你1000金。但若你做不到，不但云中、定襄、九原3座城池要收回来，你们突厥使团，朕将全部赐死。疯了！这要是输了，放心，老夫从未失手。大可汗当年试过，我让他梦见雄鹰，他就梦见雄鹰。这大玄皇帝不过凡人一个。陛下，这赌约我突厥接了。好，今夜朕倒要看看你这萨满有多大本事。陛下，这是我偶然得来的护梦香囊，放于枕下，必能让陛下安睡。想凭一个破香囊挡住老夫做梦？你真有把握？那大玄国师看起来不是善茬。大人放心，老夫的梦魇虫已经养了30年，只要我施法，它会潜入皇帝梦中，化作白狼追击，皇帝必会梦见。祝如来在兄弟的众人封侯州。这是哪儿？大胆！朕是真龙天子。你是假的，你不是真龙，你是女人。你怎么知道？陛下莫怕，有臣在。国师，你怎么会出现在朕的梦里？臣说过会护陛下安睡，区区一头畜生也敢惊扰圣驾？滚！这真的是梦吗？太真实了。陛下，梦即是真，真即是梦，请随臣来。这是蓬莱，还是？陛下博闻强识，此山无名，臣称它为太微镜。陛下请看。恭迎真龙天子驾临，陛下万福金安。朕登基以来，从未见过这等景象。难道这世上真有神仙？那国师他……朕自登基以来，日夜忧心国事，从未有一刻安宁。今夜竟觉得身心俱轻，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那又是谁？哦，那是南极仙翁，大概是听说陛下驾临，特来拜见。老朽南极仙翁见过大玄皇帝陛下，陛下龙体安康，福泽偏长，可喜可贺。南极仙翁，那不是传说中的寿星吗？连他都来拜见朕，国师的面子也太大了吧！许久不见真人，真人法力愈发深不可测了。仙翁客气，陛下在此，不必多礼。恭迎真龙天子千秋万代，一统山河。国师，不，上仙，朕以后就仰仗你了。臣定当竭尽全力。系统，你听到了吗？他说仰仗我，好感度是不是又涨了？宿主，百里灵好感加500，他现在对你的信任度已经爆表了。太真实了，那仙女，那南极仙翁，还有国师，国师随手给朕的香囊，居然能让朕在梦中进入仙境。他不是一般人，不对，不是一般的神。父皇穷极一生，为遇到神明，寿元耗尽。朕难道比父皇更有福缘？若朕能求得国师
赐下长生之法，又何须再怕什么百官猜忌，什么寿数有尽？大玄必在朕的统治下千秋万代。李喜德为朕寻些修仙的书来。宿主，今晚这波操作我给满分，5积分一个买1送1的安神护梦囊，你硬是把它说成了护法神器，其实就是妖妃道具里的帝王美梦引导器，让皇帝梦见妃子，巩固宠幸用的。不是还有一个吗？拿出来给那位突厥萨玛用用。好。那萨玛在大殿上骂我是黄鼠狼，还说我身上有骚味儿，这能忍？不可能！我的梦魇虫被灭了！你怎么了？反噬了！快摇铃！醒醒！你醒醒！你笑什么？你怎么学鸡叫？你这是中邪了！来人啊！救命啊！朕昨夜确实做了个梦，朕梦见了一头白狼追着朕影，不过国师及时赶到，把那畜生赶跑了。朕后来梦见的是天宫仙山，万仙来朝。至于什么草原白狼，朕只看到他夹着尾巴逃走的怂样。还萨满呢，连个梦都控不住。听听，他都开始学鸡叫了，这是被鸡啄了魂吧？疙瘩。陛下，饶命！朕说过，若萨满失败，割让城池之外，还要赐死你们2人。陛下，臣斗胆求个情。国师要替他们求情？不是求情，臣只是觉得杀了他们，突厥大可汗正好有借口兴兵，不如留他们一条命，让他们回去传话，就说大玄国师法力无边，让他们大可汗掂量掂量。国师说的有理，听好了，朕饶你们不死，但3座城池明日之前，你们的国书必须送到朕的案头。另外3000匹良马，1匹不能少。谢陛下，谢国师。国师，还请到朕的后宫一叙。陛下，臣李蒙奉诏。国师上前来。我操！女的，皇帝是女的，我是不是眼花了？不对，系统你怎么不提醒我？我也不知道啊，系统给我的资料里写的是大玄皇帝百里陵，没说是男是女。怎么，也有过失你算不到的事情？臣不知陛下事，臣冒犯了，臣告退。站住！朕让你走了吗？国师，朕昨夜查阅了许多修行典籍。修行典籍？朕看了大半宿，上面说修行之道有轻修，有双修。国师，朕今年20有3，恐怕到寿元未尽也难有小成。陛下天资聪颖，未必。朕想选双修。陛下，这不合理智。臣是臣，陛下是。朕是女子，你是男子，朕未嫁，你未娶，有什么不合理？可是臣是皇不对，臣是仙人，仙人怎么能？仙人，那正好，朕与仙人双修，岂不是事半功倍？系统救命！这剧情不对啊！我是来颠覆朝纲的，不是来当双修道侣的。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国师，你知道朕的父皇是怎么死的吗？先帝，朕的父皇在位23年，他倾举国之力，派鲜于服，遣3000童男童女，数百艘楼筹入东海寻蓬莱，方占瀛洲3座仙山，求长生不老之药。长生，朕要长生。终无所获，郁郁而终。等等，3000童男童女，蓬莱长生，这故事怎么越听越耳熟？朕登基以来，日夜忧心，
怕寿数有尽，大玄基业无人欲继承，怕像父皇一样，到死都没能抓住那一点点希望。可朕遇到了你，上古天瞻之人，提驱天地，把握阴阳，连南极仙翁都要恭敬拜见你，朕不想错过。李蒙，你可不要辜负朕的期待。他是认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试探，他是真的想。陛下，双修之事，容臣想想。好，朕等你。臣有更要紧的事容禀。陛下方刚提到，先帝遣3000童男童女入东海求仙，臣忽然想到一事。臣曾在古籍中见过记载，那所谓的蓬莱仙岛，并非真正的仙山。什么意思？那只是一片海外蛮夷之地。先帝派去的人，到了那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早已忘了自己从何而来。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又以太乙神术推显，算出那片土地100年之后将会崛起一支势力，届时必成我大玄心腹大患。国师的意思是？臣恳请陛下，趁其羽翼未丰，尽早发兵征讨，将其扼杀于鸟堡之中。臣虽为仙人，但上天有好生之德，仙人不得无故屠戮凡人。此等凡间战事，臣无法直接出手，只能仰仗陛下派遣大军远渡重洋，永绝后患。国师有所不知，先帝23年，倾巨国之力寻仙，国库早已被掏空了。朕登基这3年，省吃俭用，节衣缩俗，才勉强让国库没有见底。更何况如今天下连年灾荒，季大旱，京城天花，各地恶遍野，哪还有粮草供给大军远征？恶遍野，粮草凑不齐，我怎么不知道？宿主，你之前光顾的装神弄神刷好感了，根本没关心过民生啊！陛下，百姓缺粮，缺到什么程度？江南还算丰饶，勉强够吃，但冀州、兖州、青州大半百姓每天只能喝稀粥度日，到了冬春之交，连粥都喝不上。那朝廷的粮仓呢？早就见底了。朕已经下令后宫缩减用度，每日只吃2餐。朝中百官也减了俸禄，但杯水车薪。他连饭都吃不饱。堂堂一国之君，每日只吃2餐。系统，给我看看妖妃道具包里有没有能提高粮食产量的东西。丰年0岁，妖妃道具包限定款，原用途是妃子在帝王面前展示神迹，让帝王相信自己天命所归，从而巩固宠幸。使用方法：将0岁种子撒入土壤，浇灌清水，2个月即可成熟，一亩产量可抵普通农田5倍。5倍？虽然不能一夜暴富，但2个月秋收是赶不上了。冬小麦倒是正好。陛下，臣有一物，可解大玄粮荒之困。国师说的是什么？此物名为丰年0岁，乃仙家良种，一亩所产可抵寻常农田5倍。5倍？国师此言当真？只需将此种种入土中，浇灌清水，2个月即可成熟。如今正值秋末，正好赶着上冬小麦的节令。好，太好了，朕这就下旨划出1000亩良田。陛下且慢，此种种量有限，臣手中只有这些，需要先在适宜之地试种，待来年收获留种，再逐步推广。青州地处东方，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最适合作物生长。好，就依国师所言，朕即刻下旨，命青州刺史划出1000亩官田，由国师亲自督种。今年又绝收了，连种子粮都没剩下几粒。听说朝廷要来发什么仙种，说是能增产5倍。仙种？我活了60年，什么种子没见过？增产5倍，糊弄鬼呢！都过来！朝廷发放仙种，每家每户按人头领种。青州刺史大人有令，必须在3日内全部种下。这不就是寻常麦种吗？黄不拉几的，也没见发光啊！放肆！这是国师大人亲自赐下的仙种，你敢说寻常？是，仙种。这地都冻硬了，种子能活才怪。就是，还不如把这种子煮了吃，好歹能多撑几天。你们倒是用点力啊，种深一点！国师说了，要浇清水。清水，大冬天的浇清水，冻都冻死了。这，老伴儿，你快出来看！昨天才种下去的，今天就发芽了。我活了60年，没见过这种事儿啊！真的是仙种，朝廷没有骗我们，国师没有骗我们，天师大人慈悲，是神仙保佑啊！咱们青州百姓有救了。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陛下，青州800里加急，仙种发芽了。你说什么？青州刺史急报，国师赐下的仙种，昨日种下，今日清晨已全部发芽，整片试验田绿油油一片，长势喜人。昨日种下，今日发芽，
这怎么可能？莫非真是仙家手段？天佑大玄，天佑陛下呀！发芽了，真的发芽了。国师，你听到了吗？发芽了。臣听到了，恭喜陛下，青州百姓有救了，大玄百姓有救了。传旨，青州刺史悉心督众，赏银1000两，绢帛100匹，参与种田的百姓，每家每户免赋1年。陛下圣明。国师，朕替大玄百姓，谢谢你。陛下言重了，臣不过是尽本分而已。800里加急！陛下，突厥单于自毁赌约，拒不归还3成，还什么？还出兵劫掠青州边境。青州刺史请求朝廷速派援军。青州，我操！我的种子，我的丰年0岁全种在青州了。好一个突厥单于，朕给他脸，他不要脸。众卿以为如何？陛下，突厥人背信弃义，当出兵讨伐。可是国库空虚，粮草不见。是啊，如今青州刚种下仙种，若此时开战，陛下，臣请旨领兵出征。国师，你乃仙人之体，岂可沾染凡尘战事？陛下，青州有臣的仙种，若被突厥人毁坏，来年推广无望，大玄粮荒如何解决？更何况，臣虽不能直接出手杀敌，但为大军出谋划策、鼓舞士气，还是做得到的。好，朕准了。不过，朕要御驾亲征。陛下不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乃万乘之尊，岂可亲临战场？朕意已决，突厥人欺我大玄无人，朕若不亲自去，如何对得起青州百姓？更何况有国师在朕身边，朕怕什么？大玄皇帝那个小白脸，听说还在朝堂上吹什么仙种，笑死本王了。可汗英明，那3座城本来就是咱们的，凭什么还回去？就是，连正灾还敢跟咱们叫板。可汗一声令下，末将愿率5000铁骑直取京城。萨满，你终于醒了。这几日你一直在说胡话，又哭又笑，还学鸡叫，到底怎么回事？可汗，那个大玄国师邪门，太邪门了。哼，不就是个会变戏法的吗？堂堂萨满被他吓成这样，不是戏法，他身上的妖气，老夫从未见过。老夫的梦魇虫养了30年，从未失手，却被他一夜之间反噬。可汗，老夫斗胆近前，劫掠青州边境便罢了，万不可深入大玄腹地，更不可起攻打京城的心思。说什么？老夫在大玄朝堂上试探过那人，他的法力深不可测，更是听说随手便能召唤金龙，显化神将。赌约中，老夫连他一颗珠子都碰不得。此人若在京城坐镇，咱们去了就是送死。萨满，你未免太长他人志气。咱们突厥火鸡纵横草原，你不懂，那不是凡人能抗衡的力量。可汗，老夫侍奉突厥3代可汗，何时危言耸听过？那李蒙他真的邪门。可汗若不信，不妨先派人去青州试探，抢些粮食，烧几座村子便退回来，看看那过师有何反应。若他真敢出城迎战，咱们再做打算不迟。萨满说的有理，传令下去，先抢青州，把大玄的粮仓烧了，看他们拿什么赈灾。末将遵命。但愿是老夫多虑了。这就是仙种试验田。陛下，据青州刺史急报，突厥骑兵趁夜突袭，烧杀抢掠后纵马践踏，1000亩良田10之7、8已被毁坏。老天爷呀，这是咱们的命根子呀！仙种才发芽呀，没了，全没了！明年吃什么？吃什么？陛下，您可要为草民做主啊！那些天杀的突厥人把苗采了，把粮仓也烧了，咱们活不下去了。老人家，朕知道了，朕来了就不会不管你们。国师，朕的粮仓被烧了，仙种被毁了，突厥人围在外面，你告诉朕该怎么办？系统。突厥人这是要断大玄的根啊！我的仙种，我好不容易种下去的。宿主，消气，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突厥大军随时可能围城。陛下，先收拢百姓，清点粮草。青州城内还有多少存粮？李喜德，去问青州刺史。陛下，臣有罪，突厥人来势汹汹，臣没能守住粮仓。朕问你，城里还有多少粮食？回陛下。粮仓被烧了大半，剩下的只够城中军民吃5日。那百姓呢？
百姓家中存粮早就吃光了，如今全靠朝廷赈济，粮仓一烧，5日后城中将断粮。 Tangli Kazan, Çincor'un amarları Başret'le yakıldı. Daha iyi haber Bugükşen Hidiv Gerten Çincol'a yattı. Onun arabasının şehre gittiğini gözümle gördüm. Tengi yardım verdi o ak yüzlü Kahan uzu kovulura kıltırdı. Kahan, şu ülke bağları da şehir içinde mi? Albattık. Kahan, kenges kıldım ki şu ülke bağları. Korkunslu, ukançılaç korkunslu bolsa da ufakıt bir kişa. Menga 5000 atlı askarım var. Ora boylu şorkulu hamini olduraram. Buyur ekberin, Hutun armiye harekette tüşim. Çinco Şahin'i ora balsın. Bir kuşma çıkap gelmesin. Aleyküm assalam. 陛下，突厥大军来了，漫山遍野，少说有5万骑兵，已经将青州城团团围住。完了，突厥人要把咱们困死在这里啊！无粮，没援军，这不是等死吗？ 来得好快！众将士听令，突厥人毁我良田，烧我粮仓，毁我城池，传令下去，紧闭城门，全军向城防守，朕要与青州共存亡。系统，你说我一个来颠覆朝纲的，怎么就要守城了呢？宿主，你现在跑也来不及了，突厥人认准了你是国师，抓住了你肯定第一个杀。唉，那就守吧。 哈哈哈！大权皇帝，你果然是小白脸，长得比女人还好看，是不是靠这张脸上位的？不如你跟本王回去，给本王当妃子，本王保你荣华富贵。放肆！陛下别急，臣有办法让他闭嘴。系统，妖妃道具包里有没有能控制飞禽的东西？有，百鸟朝凤笛，原用途是妃子出游时召唤百鸟，营造浪漫气氛，让帝王觉得他是祥瑞，吹一下就能召唤方圆10里的飞禽，持续5秒。无法用来攻击，但是也能让他为自己的嘴夹付出代价。给我兑换。这是什么？可汗快走！这是妖术！国师，你这……陛下，臣什么都没做，可能是那只鹰看他不顺眼。射箭！给本王射死那个小白脸皇帝！传送护山派妖妃道具包里的绑定神器，公子陪帝王出游，可以刺客冷驾，证据配合自动触发部队长在，这种绑定还能让帝王觉得公子有少天地，又从此宠爱有加。单于，你的准头不如那只鹰。国师威武！陛下万岁！大玄将士们，随朕冲，杀退突厥！我用2翼包抄，把他们围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跑！收拢阵型，不要被包围！系统，这局面有点悬啊！宿主，别问我，我又不懂打仗。国师，跟紧朕！撤回城中！陛下，臣清点了伤亡，阵亡800余人，重伤30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还能活多少？陛下，按照以往的经验，
受伤之人十有八九会伤口化脓、高烧而死，能活下来的不足1成。系统有没有能救伤的药？抗生素、消炎药？妖妃道具包里有金疮灵膏，原用途是妖妃给受伤的帝王用的，能杀灭伤口病菌，加速愈合，500积分一盒，化成水可以给100人使用。能换多少换多少。已兑换，宿主积分耗尽。把这个化水涂在重伤员的伤口上，快！这是何药？怎会有如此神效？先加秘药，别问，快把所有重伤员都用上。国师，你的药能救多少人？一盒只能救100个人，臣只有10盒。就算只能救1000人，咱们也可以多支撑一段时日。可汗今日虽未破城，但大玄军伤亡惨重，明日再攻。子王知道，那些大玄士兵今夜就得死一半，伤兵是拖累，他们撑不了几天。可汗，太子来报，大玄城中的重伤员大多数都活了过来。什么？那个大玄国师拿出了一种神药，涂在伤口上，伤口就不化脓了。很多本来必死的人，现在都退烧了。老夫说过，那个国师邪门，他手里的东西不是凡间之物。明日一定要破城，把那个国师生擒活捉。他的药，本王要了。陛下，吃点东西。国师，你告诉朕，明日我们还能撑多久？若突厥人全力攻城，明日可能是最后一天。李芒，你知道吗？朕这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这么没用。陛下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够，远远不够。明日城破，朕死不足惜，但你不该死在这里。国师，朕求你一件事。陛下，请说。今夜，你能不能陪朕？就今夜，明日天明，朕去战死，你趁乱飞回天上，继续做你的神仙，从此两不相欠。朕知道你不喜欢朕，朕也不奢求什么，只是朕不想带着遗憾去死。明日城破是大概率的事，而我积分耗尽，能用的道具都用完了。陛下，臣系统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宿主，你冷静。李萌，你还在等什么？丁检测到关键任务节点突破，攻略皇帝，主线任务完成度100%，隐藏权限解锁，颠覆朝纲终极5倍库。我操！系统你怎么不早说？这是隐藏权限啊，需要宿主完全攻略皇帝才能解锁。你之前只是好感，现在是以身相许，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你若不愿，朕不勉强。陛下，臣有办法了，能打退突厥人的办法。什么？国师，这铁疙瘩真能炸飞突厥人？此物名曰震天雷，内藏火药与铁砂，拉环点燃引线后置出，落地炸开，方圆10丈内人马俱碎。系统，这震天雷的威力够用吗？宿主放心，震天雷是颠覆朝纲终极5倍库里的基础款，原用途是妖妃扶持的叛军攻城用的，一枚能炸翻1顶帐篷，10枚齐发，突厥大营至少瘫痪一半。那射程呢？城头离突厥大营少说也有300步。宿主，这是配套的威眼炮，也是5倍库里的妖妃专用的远程投掷工具，精准度比抛石机高多了。陛下，请下令。放。必须，所有震天石全部打出去！那是什么？好像是星星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天塌了！天雷，是天雷！老天爷发怒了！
长生天息怒！长生天息怒啊！都给本王冷静！不是天雷，是保护本王！保护本王！可汗，这不是天雷，是硫磺，是大玄人用的爆竹里那种硫磺味儿，是那个国师搞的鬼。爆竹？你见过爆竹能把地炸出3丈宽的坑吗？你见过爆竹能把马炸成2截吗？这是爆竹！你告诉本王这是爆竹！是天罚，我们不该打大玄。那个国师是真神仙，我们冒犯神仙了。不许跑！都给本王站住！列阵！列阵！将士们，突厥人以为天雷降罚正是天赐良机，随本国师冲出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大玄天兵在此，强者不杀！神仙饶命！神仙饶命！大玄皇帝在此，突厥鼠辈还不下马受降？区区3000骑就想拦住本王，百里陵，你痴心妄想！儿郎们，随我冲！看来有人想近距离尝尝天雷的滋味了。突厥单于阿史那蛊毒，背信弃义，犯我边疆，毁我良田，违我城池。幸赖陛下天威，国师神术，一战擒之，请陛下发落，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对，砍了他的脑袋，送到草原去，让他们知道犯我大玄的下场。砍头太便宜他了，该凌迟。国师以为如何？陛下，臣倒有个主意。国师这主意倒是新鲜。朕听闻突厥单于善舞，尤其是胡旋舞，冠绝草原。朕想看看，来人，给他松绑。单于，跳吧，跳得好，朕饶你一命；跳不好，朕在考虑凌迟的事。这就是突厥单于，还不如京城杂耍班的。活了50年，头一次见单于摔跤，妙啊妙啊！国师这主意比杀了他还解气。国师，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臣只是觉得杀人不过头点地，让他活着丢人，比杀了他更有用。陛下，800里加急，西域诸国南疆各部共计27国使臣已至京城，呈上国书与贡品，愿臣服大玄，永结盟好。27国，往年只有7、8国来朝，定是突厥单于被擒的消息传遍了四方，各国阵备纷纷来投。陛下天威，国师神术，四海宾服啊！各国贡品清单已录入在册，总计价值约合白银500万两，远超往年10倍有余。国师，你听到了吗？500万两！恭喜陛下，国库终于有救了。单于，你听见了？你这一拜倒是帮朕省了不少事。传旨，突厥单于阿史那蛊毒，朕饶他不死，押入鸿胪寺客馆，好吃好喝养着。日后各国使臣来朝，就让他出来跳个舞，助助兴。陛下圣明，此乃以夷制夷的上策。众卿，如今国库充盈，兵强马壮，朕有一事想与众卿商议。先帝在位时，曾遣3000童男童女入东海求仙。国师曾言，那所谓的蓬莱仙岛，并非仙山，而是一片海外蛮夷之地。100年之后，必成我大玄心腹大患。朕意已决，2年之内打造海船，训练水师，远征蓬莱，永绝后患。陛下英明，先帝未竟之业，正当由陛下完成。如今国库有钱，突厥已平，正是远征之时。陛下，那蓬莱远在海外，路途艰险。朕知道，所以朕给了2年时间。2年之内，国师会协助朕做好一切准备。国师，你说呢？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好，传旨，即日起设海军司，由国师李蒙总领其事，打造楼船，训练水师。2年之后，朕要亲眼看到大玄的旗帜飘扬在蓬莱的天空。陛下万岁，国师千岁。
喜宿主解锁新身份大玄海军大都督兼征蓬先锋官，任务成功即可长命百岁。